他将大刀硬生生砍向妻子头部里，3刀便将妻子砍得血肉模糊了。见现场还有目击证人，他便抄起海鲜刀，一刀送上了西天。不解气的他，又把屠刀挥向旁边的吃瓜群众：“臭宝们，戴好耳机，让我们进入案发现场。到底多新的案件才算心理？”这场杀到家门口的案件算不算新？时间2025年2月31日，地点蛋仔岛。在岛上挂机的东某看到对面的妻子持刀向自己走来，来不及多想，他伸手就抄起旁边的海鲜刀，1刀、2刀、3刀就向妻子打去。他实在想不明白妻子为何会持刀向自己走来。在流着泪把妻子送走后，他又看到了光天化日下偷井盖的黄某。黄某看到了变态杀人东某后，捡起了旁边的海鲜刀就准备灭口，但他不知道东某早已准备多时，拿起海鲜刀就向黄某走去，却没想到黄某早已安装了丝炸弹，直接把东某炸得神志不清。接着黄某再次拿起海鲜刀，趁东某不注意，一刀扎在了东某的苦胆上。东某感觉自己被戏弄了之后，掏出随身携带的炸弹，就这样将黄某炸去了西天取经。没歇一会的东某转头又发现了妻子的闺蜜，东某还没来得及解释，闺蜜就将炸弹扔在了东某脸上。这下东某彻底被激怒了，拿起旁边的井盖就往闺蜜脸上招呼过去，在井盖空掉后，又部署了丝炸弹将其引爆，最后再次拿起旁边的井盖，直接将闺蜜砸得头破血流。就这样，闺蜜靠着年轻的身体倒头就睡。接连发生了3起命案，彻底将东某的欲望激发了起来。刚打开手机，又看到了另一桩命案现场，东某立刻拨打的乌尔乌的电话。就在等待的时间中，被刚做完案的绿某发现，拿着炸弹就往东某脸上走来。东某知道自己已经等不到救援了，于是舍命与歹徒搏斗起来。现在双方都手拿海鲜刀进行对峙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突然，东某看准时机，直接将手中珍藏多年的箱子丢到了绿某脸上。绿某被吓得神志不清，哪曾想东某直接加速就冲了过去，将被吓到的绿某推到了悬崖边缘，最终失足掉落悬崖。最后场上只剩下了东某一人，他实在无法想象短短2分钟内就发生了4起与自己相关的命案。在最后跳了一支名为自由的舞蹈之后，迎接他的将会是蛋仔岛法律的制裁。